はフルガード開運ゾール宇宙がスタートインドリンガム隊のパラキットアジアを巡る光のスピリリ新次元開運集合ホジモドドレンフセイデスマハガラ未来を開く欢迎收听。我们先来做一个思想实验哈。你想象一下，这么一位神，他的一面呢是手持三叉戟，眼神凌厉，随时准备重启宇宙的毁灭者。但他的另一面，却是拿着个万宝锤，笑呵呵的，胖乎乎的财神爷儿。这听起来完全是两人设吧？但如果我告诉你，这其实是同一位大神，印度教的湿婆，在亚洲大陆上演的一场跨越千年的百变大咖秀呢？这个百变大咖秀的比喻可以说非常贴切了。我们这次要探讨的核心，其实就是去理解一个这么古老又强大的神，当他走出自己的故土，进入到完全不同的文化土壤里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他是怎么被解构，然后又被重塑，最后演变成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天差地别的形象？对，这个过程肯定特别有意思。我看到咱们手头的资料里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概念，叫印身，是印章的印，身体的身。没错，你一下就抓住了关键。这个概念就是我们这次探索的绝佳工具。你可以这么理解，湿婆的本体就像是一枚原始的印章，这枚印章本身就非常复杂，上面刻着毁灭、创造、苦行、情欲等等各种纹路。我明白了。然后西藏、蒙古、中国、日本、泰国这些地方的文化，就像是不同材质的纸，是这个意思吧？完全正确。所以我们这次要做的，就是和你一起循着这枚印章的足迹，看看它都在亚洲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盖出了哪些可以说令人惊叹的图样。这个设定太吸引人了，而且我们手头的资料也确实很丰富，有严谨的学术报道、清晰的百科条目，甚至还有一份非常生动的对话实录，感觉路线图已经规划好了。那我们先从哪条路开始走？资料显示有2条主线，我们先走北线吧。这是一条翻越喜马拉雅山脉，经过西藏，进入蒙古、中国，最后抵达日本的密宗之路。这条路线上，湿婆的形象经历的改造可以说非常系统，也充满了思想思辨。好，一条艰险又充满思辨的路线。那第一站，世界无极，西藏。当这么一位充满毁灭性能量的印度教大神，碰上了追求内心平静和终极智慧的藏传佛教，说实话，我有点想象不出他们要怎么调和这种巨大的矛盾。这正是最精彩的地方。它在这里呢，可以说，被进行了一次非常彻底的本土化改造。湿婆化身为藏传佛教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护法神，叫马哈嘎拉。马哈嘎拉，对，马哈卡拉，梵语的意思呢，就是大黑天。但这里的关键啊，不是简单的换个名字，而是一次非常深刻的观念重塑。观念重塑，听起来他们不是直接把它拿过来用，而是对它进行了重新编程。那他们是怎么处理它那股强大的毁灭力量的？这个似乎跟佛教讲的慈悲是格格不入的。这就是藏传佛教思想的精妙之处了。他们没有否定这股力量，而是重新诠释了它的用途。在藏传佛教的框架里，这种力量不再是毁灭外在的宇宙，而是变成了一种愤怒的慈悲。愤怒的慈悲，这个词组合的很有意思。对，它毁灭的目标从外部转向了内部。它要毁灭的是什么呢？是阻碍你开悟的内心之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无明、贪婪、嗔恨这些烦恼。它那宇宙级的怒火被巧妙地引导成了一种斩断修行障碍的强大工具。哇，这可真是个天才般的转化。所以，他从一个可能带来恐惧的毁灭者，变成了一位帮你扫清内心障碍的愤怒导师。那他的形象一定非常威猛吧？极其威猛，充满了视觉冲击力。我们资料里就提到了一个经典形象——六臂马哈嘎拉。他被认为是观世音菩萨为了降服恶魔显现出的愤怒化身。而且你注意一个细节，他头顶戴着一个由5个骷髅组成的冠，这可不是为了单纯吓人哦。这里面还有说法。当然，每一个骷髅都代表着一种被转化的毒，象征着把我们人类的5毒，也就是贪嗔痴慢疑，转化成佛的5种智慧。你看，就连他身上的装饰品都在讲述这种转化的哲学。
有意思吧？确实，这简直是把神学理论穿在身上了，每个细节都在说法。所以在西藏，湿婆的毁灭之力成了一种实现内心启迪的工具，这是一种巨大的哲学飞跃。那当这位新晋的心灵护法继续向北，遇到蒙古帝国那种充满现实政治和征服欲望的力量时，又会发生什么？我感觉这两种气质的碰撞会很激烈。你说到点子上了，这两种力量的结合确实产生了一种爆炸性的效果。Expert New 在元代，忽必烈直接就把马哈卡拉，或者按蒙古语叫贡霸，册封为蒙古帝国的国家战神和最高保护者。等一下，从心灵导师直接跳到了帝国战神，这跨度也太大了点吧？在西藏，他帮你对抗的是内心的无明；到了蒙古，他要对抗的就变成战场上的敌人了。正是如此，这就是神权与王权的完美结合。在这里，马哈卡拉那种无坚不摧的威猛力量被用来为帝国统计的合法性来背书，它成了皇帝在神界的化身，代表着那种不可违抗的、带有毁灭性的世俗权利。哇！资料里有个比方特别生动，说他从一个心灵保镖摇身一变成了帝国的神力打手。帝国的神力打手，这个说法太形象了。所以它的毁灭属性在蒙古被赋予了全新的服务与世俗权力扩张的意义。这感觉离他在西藏那种内省的精神性的决策是越来越远了。那走完蒙古草原，我们进入中原，面对一个已经拥有成熟而且等级森严的道教和佛教神仙体系的文化，这位外来大神又是怎么自处的呢？在中国，这次的同化方式，我觉得可以总结为4个字：等级森严的收编。湿婆被吸纳进了汉传佛教的万神殿，被称为大自在天。但重点是，他虽然成功加入了这个新团队，地位却被显著的降级了。降级了，这就有意思了。在印度教里，他可是3位主神之一，地位至高无上。到了中国，怎么就被降级了呢？资料里有个比喻，就好像汉传佛教的体系对他说：“欢迎加入，我们很欣赏你的能力，但我们这儿的老大是佛陀。”在印度教里，湿婆是宇宙的创造者和毁灭者，对吧？但在汉传佛教的体系里，大自在天不再是至高神了，他成了佛陀座下的一位护法天王，位列24诸天之一。哦，我明白了，他从一个独立运营的公司 CEO 变成了一个大部门的安保主管。虽然级别很高，但始终在佛陀这位董事长的管理之下。这真是一种非常中国式的融合方式，讲究秩序，各归其位。好了，北线的最后一站，我们到了日本。说实话，我已经无法想象它还能变成什么样了。准备好啊！这可以说是整个北线传播之路上最令人称奇，也最彻底的一次形象颠覆。从西藏的愤怒护法到蒙古的帝国战神，他最终在日本摇身一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大黑天。等一下，大黑天，那个笑容可掬、胖乎乎扛着个米袋的福神，这不是小调整啊！这简直是彻底的性过移植和外貌重塑了。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中间一定有什么关键的连接点吧？你问到最关键的地方了。这次惊人的转型源于一次非常巧妙的文化融合。当大黑天这个形象传到日本的时候，恰好和日本本土神道教里的一位重要神明大国主命产生了联系。关键就在于，在日语里，大黑 Goku 和大国 Okuni 发音非常相似。啊哈，是因为一个谐音梗。可以这么说，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谐音梗而导致的文化融合。久而久之呢，两位神的形象神格就合而为一了。于是大黑天就彻底褪去了愤怒相，吸收了大国主命掌管农业和财富的神性，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对，体态肥胖，笑容可掬，手里拿着能敲出宝物的万宝锤，脚下踩着装满粮食的米袋，象征财富和丰收。最终他就成了日本最受欢迎的7福神之一，走进了千家万户。这条北线之旅真是让人叹为观止。我们看到了湿婆的毁灭之力，怎么先是被哲学化为内在的智慧，然后被政治化为帝国的权威，最后又被世俗化为对财富的期盼。那我们现在转向第2条路线吧，那条漂洋过海的海洋之路，
这条路又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说北线之旅，我们看到的是湿婆的神格如何被上层建筑，也就是哲学和政治进行系统性的再定义，那么南线之旅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它最原始、最根本的那个生殖与创造之力，如何在东南亚的民间信仰中，以一种更直接、更生活化的方式大放异彩。听起来更加奔放和接地气。不过在展开之前，我想确认一下，这条南线不像北线那样有多个清晰的站点，对吧？对，它的传播更像是弥散性的，在整个东南亚都有影响。比如在古代的柬埔寨，强大的高棉帝国就曾把湿婆奉为至高无上的国教主神。但要说到这种创造能量如何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变得触手可及，那泰国绝对是我们的焦点站。明白了。那么在印度，湿婆的创造力通常是通过一个非常抽象和神圣的符号来表现的，对吧？我记得在寺庙里，人们供奉的并不是他的人形，而是一个叫灵伽的石柱。你说的非常准确。在印度，你走到寺庙最核心的圣所，通常见到的就是一个圆柱形的石柱图腾，Linga，它象征着宇宙的创造能量，是一种非常原始、非常强大的符号。现在奇妙的转化来了，在泰国，这个抽象神圣的宇宙符号被直接转化成了一种非常具象、非常个人化的民间护身符。护身符具体是什么样的？它被称为巴拉吉 （Paladik）， 外形呢就是一个小型的雕刻出来的阳具。这可以说是从一种对宇宙创生能量的宏大、抽象的崇拜，演变成了一种极其实用、通俗的幸运物。哇哦，这真是一种非常直接和务实的转化。所以人们会把这个带在身上。它被认为有什么具体的功效吗？是的，而且功效非常具体。根据当地的民间信仰，人们佩戴巴拉吉，相信它能带来好运，帮助生意兴隆，还能辟邪避险。资料里还提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功能。哦，是什么？据说它能为你吸引到命中注定的那个伴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正缘。这太不可思议了！在喜马拉雅山巅，它的力量是帮你斩断内心的贪嗔痴，助你超越自我。结果在曼谷的街头，它的力量化身为一枚小小的幸运符，帮你谈成一笔生意，或者找到你的另一半。同样是源自湿婆的神性能量，一个指向宇宙，一个指向你的日常生活。这正是湿婆神性在民间信仰中最生活化、最个人化的体现。从创造整个宇宙的宏大能量，直接关联到了个体生活的幸福和圆满。这套旅程走下来，巨大的反差感真的让人震撼。从西藏的冥想洞穴，到蒙古的地火宫廷，再到东京的神社和曼谷的市集，同一个神却扮演着如此截然不同的角色。我们该如何系统地去理解这种巨大的差异呢？这套旅程最终指向一个非常核心的洞察：一个神明的本质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湿婆的故事完美地向你展示了神格的 ontological fluidity， 他的身份在每一次和新文化的碰撞中，就像一块金属被投入不同配方的熔炉，不断地被重塑，锻造成新的形态。让我们回到你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印身的比喻，现在我有了更深的体会。这枚印章本身就包含了毁灭、创造、慈悲、威猛等等多种复杂的纹路。没错，当它盖在西藏这张哲学的纸上时，威猛和慈悲的纹路就凸显了上来；盖在蒙古这张政治的纸上，征服和毁灭的纹路就变得清晰；盖在日本这张商业的纸上是丰盛的纹路，而盖在泰国这张民俗的纸上，则是创造与结缘的纹路。我们用同一枚印章，却盖出了5幅风格迥异、内容也完全不同的画卷。每一份画卷都是湿婆，但又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总结太到位了。我记得咱们资料里似乎还把这5幅画卷进行了更系统的梳理，把它们归纳成了5个系统，并揭示了各自对应的核心功能，对吧？是的，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梳理，能帮你把这次旅程的发现串联起来。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一个动态的功能对应系统。首先是大乘佛教系统，代表是中国的大自在天，它的核心功能是破魔，也就是扫除修行道路上的内外障碍。接着是藏传密教系统，代表西藏的马哈嘎拉，核心功能是威猛，
用强大的力量摧毁阻碍开悟的一切。然后是蒙古密教系统，代表蒙古的贡巴，它的核心功能转变成了征战，守护的是世俗的国家与权力。第4个，日本密教师朋，代表当然就是日本的大黑天了。它的核心功能是丰盛，掌管的是财富与福德。最后是上座部民间系统，代表就是泰国的巴拉吉，它的核心功能非常独特，是结缘，主管的是人缘、社交和爱情。破魔、威猛、征战、丰盛、结缘，从这5个关键词里，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湿婆的身份如何像一张动态的织锦，由哲学、政治和民间信仰的不同丝线，在亚洲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交织而成。它真的不是一个单一的神，而是一个不断演变、流动的文化现象。完全正确。他的故事也提醒我们，当我们看待任何一种信仰或者文化符号的时候，都不能把它看成一个静止的标签，而应该看到它背后那条流动的、充满生命力的演变之河。这次探讨真是令人大开眼界。那么在最后，有什么留给我们继续思考的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湿婆的这趟旅程其实并未结束。在我们这个时代，随着瑜伽文化风靡全球，它又被赋予了一个全新的身份——第一位瑜伽士 Adiyogi。Adi Yogi， 这个我也听说过。在这个身份里，他不再是神，更像是一位宗师，一位智慧的源头，象征着通过内在修行来转化人类的意识，毁灭那个狭隘的小我。这确实是他神格的又一次现代演变。所以，留给你思考的问题就是，在这场仍在进行的全球化旅程中，湿婆的下一个印记会是什么样子？在我们这个信息爆炸、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它那复杂多面的神格中，又是哪一部分？是毁灭旧秩序的勇气，是内在转化的智慧，还是带来丰盛的祝福，最能与现代人的内心产生共鸣呢？日が昇るようにチャンスが来る邪気をさらばアナトゥウェルカム